踏出临时牢门，就上了绳。民兵的脸很陌生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回可能真的要枪毙了。可余生前辈没想到，这还不是最黑暗的时刻。押回牢里，我暗忖作为专案调查1年多，应该是水落石出，终结此案了。谁知土地改革运动又来了，牢里的人一批批提回乡里去斗，划阶级，斗了的犯人又一批批押送回牢，看守所容纳不了，虽经转监调劳改队，仍有客满之患。1952年春，村里来了民兵，押我回村划阶级，实际就是一场斗争大会，给人民群众壮胆。有一个民兵原先给地主做长工，是雇农，我帮助他成了家，他人很激情，乘另一个民兵去大便，他偷偷地告诉我村工作组的领导是一个姓范的，说你家只能划小土地出租。村里有几个贫下中农不同意，说你家富裕，有金戒指、银首饰、皮袍、毛毯、布匹、缝纫机、药品等，坚决要划成地主。又说你过去是反动军官，现在才改行当医生，开诊所、办缝纫店，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办的。姓范的提过，将缝纫机留给你家做谋生的工具。农会的贫农根子坚决要变卖分钱。这民兵再三交代要保密，农会知道了，他会受到严厉批判。事己如此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财产分光也罢，但愿生命安全。反革命没化成，现在又转变成了地主。回到家里，家已经被封了，仅留一间小厨房做饭。期见我回来，没啥吃的，向三嫂借来米做饭。饭后，民兵押着我关进一间楼房里，里面已关有20多人，大家面面相觑，等着挨斗。斗争开始了，一个接着一个揪去斗，有几个斗了回来，因为不承认是地主，挨了嘴巴和拳打脚踢。有一个还绑着2手的大拇指上吊，大拇指未结的皮都脱掉了，受不了还是承认了。阶级的划分，在斗争前工作组和农会已经划定，划阶级的斗争大会，是为贫下中农撑腰壮气，斗倒斗垮地富的权威，不承认只能自讨挨整。叫我的名字了，走出临时牢门，就反手上捆了。进入斗争的大厅里，口号喊得震耳欲聋。揪我登上斗争台，两旁及背后都站着民兵，我的左边站着斗争人。首先斗我的是一个妇女，她说，我的丈夫参加游击队，在郴州良田过铁路时，险些遭被国民党的军队打死。国民党的官兵没有一个好东西。说完，打了我几记耳光，还想继续打，民兵拦住了。接着个民兵问，你是什么人？突如其来的问，我急不待责地答，我是伪军官。你为什么要当国民党军官？为了打日本，保国保家。民兵拿起喇叭筒对台下的群众说，他是为了打日本当官，还是为了打共产党当官？是为了打共产党。群众齐声回答，打共产党是不是反革命？台上喇叭筒再问，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。群众再度众口同声答。青年民兵转头又来问我，你家是什么成分？地主。你为什么要当地主？斗争者似乎很讲理，因为我当官比当兵的钱多，想以后生活过得好一点，妻买了田地，就成了地主。你为什么要用剥削农民血汗，供你家过好日子？
斗争者跟踪追问，买地收租，我是跟着列祖列宗的传统这样做的。现在我认识错误，自愿将所有田地交农会处理。混账！我们劳动人民一辈子受剥削，穷到底，你为什么总想剥削穷人？斗争者像要动气紧追，我的人生观、世界观不对头。台上掌握斗争的工作组用细声唆使另一个斗争者发问：你为什么要报资产阶级人生观？我思想不好。你为什么要思想不好？我想不认输不行，再来几十个、几百个，甚至几千个为什么？双手紧捆，立正回答，可能会倒下。我说，这么多为什么？我不会回答。这回可能说对了，他们很高兴。你这么会说，没理也回答不上来，给我滚下去！我站着还来不及动，民兵推着我下台。你不快点滚，是不是还想斗？走出斗争大厅，我觉得肚子很饿，要求民兵允许我回家吃点东西。民兵跟着我回到没风的小厨房里坐下，民兵态度很温和，可能心里有些同情。他低声对我说：你文化高又会说，怕斗你不垮，工作组出主意，用为什么来斗垮你，10个为什么不垮，100个、1000个、10000个为什么还是要垮的。我说，他们太多心了，我已是笼中鸟，还会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7到嫂家要冬粉，嫂子怕受牵连不给，回来民兵同去才给了一小盘，还说了一些不近情理的话。我村共400余人，划了18家地主，连子弟有100余人，占全村人口1/4多。有一家棉被的布套有里无面，也划成了地主。划了地主以后，所有财产全部没收，还要另外赔偿果实。农会决定我家还要赔交200担谷子的份款，给了我一张油印的线条，限3天之内交清，如交不清，自愿执行枪决。家里所有动产不动产已像水洗一样干净，马上就得扫地出门，哪来的钱赔？但为了避免眼前灾难，在线条上盖了纸膜。第2天农会推着交款，我答应去亲戚家借。2个民兵跟着我走了5、6家亲戚，分文没借着，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。村里有几个完全从勤耕苦种、精简节约起家的农民，祖先都是贫苦农家，没有上过学，自己吃红薯果腹，结下大米卖钱，靠这样日积月累买了些田地，造了新房。他们认为自己的财产都是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。现在大小财物都没收光了，还有什么可交果实？盖了纸膜，害怕交不出会枪毙，不肯在线条上盖纸膜。农会指使民兵捆绑上吊，推着在空中来回晃动，叫做坐飞机，直到承认画押赔款才放下。还有2个划了地主的寡妇，见了害怕，投河自尽了。有一具尸体当日捞出，捆在一个女地主分子的背上，整整背了1晚。次晨解下尸体，不知是吓坏还是累了，这妇女卧床起不来了。另一具尸体3天后才浮出水面，流向3里多路的石坝上拦住，臭不可闻。临湘黄草有一对老夫妻，都已70开外了，生有3个儿子，早已分家。儿子们画的是中农，老2口画了地主，扫地出门，钱无分文，粮无颗粒。老头拿来一只小布袋，走到儿子家，想要点粮食充饥。3家都异口同声说：你是地主，我们是中农，开会号召要划清敌我界限，我们不能给你粮食，以后不要再来唠叨，
免得我们受株连，挨批判。老头只有空袋而归。老伴问：借来粮食没有？老头说：借来了，借来了，我们去抬水煮饭。到了井边，老头抱着老伴滚下了井里。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，村干部说：井弄脏了，咋办？邻乡还有一个叫杨行的小学教师，家里划了地主，有个儿子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，恰在这风云满布的时刻，给家来了一封信，乡政府卡住了，消息传入杨行的耳朵里，胆也快吓破了，害怕挨斗，投河自尽了。赔款线条已经到期，我分文也无法交出，民兵来提我了。民兵的面孔很陌生，踏出临时牢门就上了绳，这回可能真的要枪毙了。走到遥港县去，口音像长沙话。家乡的民兵告知另一个民兵，这是遥港屋矿区的工人打虎队。我才知道矿区正在搞3反5反运动，我在矿区卖过急救药，可能牵连到我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只有哪里来提就去哪里，硬着头皮准备挨整，再无别路可走。矿区整闭，仍押回村里转解县监牢当老犯人，关在牢里1年多，经历了翻天动地的镇反运动、土地改革运动、3反5反运动，本与我无关，也牵连到我。我仍能活着走过来，是个特大的幸运。坐牢时间久了，没有其他想头，只盼早日定案，生死也有个着落。判决书终于下达了，罪名是恶霸，说我是乡里的当权派，曾当讲匪军官10多年，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。从反共救国军的纵队司令官转而成了地主，现在又变成恶霸。当时没有完善的法律，只凭政策，开会传达精神。印象，司法人员的独出心裁，党领导的指示来量刑，判对与判错，谁也不敢去过问。1952年12月中旬，我的刑期已满，我带着刑事判决书去请示看守所长。所长不看判决书，只翻开他的笔记本看了，说：你的刑期是3年，这是我在法院开会记下来的，这不用你问，到期就会释放，只要你改造得好，还可以提前释放。我见他像是要生气，不好再问下去。看守所长官虽不大，对犯人来说权力可大。他认为你表现好可以减刑，他说你表现坏可以加刑。减刑的例子虽没见过，加刑的例子劳改队里可有几个。我暗自猜测可能是加了刑，但又没接到法院的通知。我不想在这样不明不白的场合里继续待下去，要求去西北或东北边缘地区去劳改。所长不同意，要我在县劳改队改造。进入劳改队，就发了一套白色粗棉布的短袖衬衣和短裤，衣裤上印有大苹果大的蓝色劳改字样，非常耀眼。规定外出劳动必须穿上。劳改犯人编成班组，利用犯人管犯人，还有枪兵看管，干得如砍柴、伐木、烧木炭、肩挑货物，河里流送木材，木材上堆下水，上下汽车搬焦煤上火车卸煤等，哪样活挣钱就做哪样活。挣来的钱除以饭养饭，以饭养肝，还要上交。劳改队经常开评比会，说表现好的可以提前释放。我渴望早日释放，与妻儿子女团圆，拼命干活，背不起去背，挑不起也去挑。开会曾获得多次表扬，但提前释放
终成梦幻。1953年12月中旬，我整整服刑3年，我也没见到释放的象征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又带着刑事判决书去请示所长。这回所长接着看了，皱着眉头查档案，自言自语说：他妈的屁，判决书这样写，开会又那样说。谁也不会去研究是开会说错了，还是他水平低，将剥夺政治权利3年当成刑期。但他也很会应变，将关押日期推迟到土改，距实际入狱日期晚1年多。填给乡政府的释放证，说我表现好，提前释放，使我啼笑皆非。过去我反对宿命论，现在我完全认定是背时。归心似箭，我不管一切，带着通知往家走。回到家里，儿子已经3岁了，妻和我别离又是3年，苦难的岁月多么漫长啊！岳母已经逝世，生前对我的关心爱护和勤劳朴素的美好形象仍历历在目。思念及此，极悲从中来，但又怕引起妻的痛苦，不敢言语口形于色。人活着是要吃喝的，妻以食指谋生，我则所有医药书籍、药品、器械等已全部没收。医生不准当只有麦粒糊口。从10公里的白菜产地间挑到家里，第2天黑早动身，经过5公里的爬山小道，到矿区天已大亮。妻白天给人家做针线活，半夜又要给我做饭菜，够累的。我则面黄肌瘦，挑着上百斤的担子爬山，呼吸破促的像鼓风箱。谁也不会也不敢给予我们的同情，冷嘲热讽，却随时可以看到听到，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。12月，女儿自郴州师范寒假归来，3年没见了，女儿也长高了。妻打发女儿去她唯一的舅舅家，借来猪肉过春节，做了几个较好的菜，在我来说是3年来最美的一餐。看着妻和儿女跟着我受苦受难，心里一酸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我快速转身，假装擦鼻涕，拭去泪水，强作笑容。人的一生，难道是泪与笑组合的吗？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做到这里。这段经历并不是故事的终点，活下来并不等于走出了风雨。很多真正的苦难是在沉默中开始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余生前辈如何重新活下来，又如何在新的年代里继续承受命运的安排，我会在下一集里继续讲。如果你愿意听下去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因为有些历史一旦被忘记，就真的再也没有人记得了。我们下集再见。